等萧炎一行人终于在席位上坐定之时，薰儿才低声同萧炎说道：先前的那老家伙叫做古山，是古族之中资历颇老的长老，实力不弱，且在古族中有着一些影响力，是坚决反对我们的人之一。萧炎默默点头表示明白，随后目光扫过全场，就看见了不少的手脸，当然敌人的脸最多啦。在同对他释放友善信号的火炫回了一礼后，萧炎就欲收回目光。不曾想在同一时间，萧炎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杀意，目光极快地锁定某一处地方，就见一头发呈黑白双色的男子正盘腿坐在角落，那股针对自己的凌厉杀意正是从那里传来的，而这股杀意与他昨日所察觉到的一模一样，想来他就是薰儿所说的那位修罗毒统古妖。萧炎缓缓地吐了一口气后，骤然捏紧了沙包大的拳头，此人的确是个劲敌。萧炎的眼中正掠过些许凝重的时候，薰儿也在此时出声提醒萧炎一定要小心他。之后薰儿又故意说道，担心到时候天幕开启之时会有长老从中作梗，不让萧炎进去。一旁的芒天尺自然是知道这话是说给他听的，吐槽薰儿这个小妮子竟还想在自己面前耍心眼后，芒天尺又翻了翻白眼，之后才开口表示自己到时候会帮萧炎说说好话的。不过萧炎想要进入天幕，有一关却是必须得度过。芒天尺偏头看了萧炎一眼，然后用下巴指了指古妖所在，低声道：只要你能在这家伙手中坚持100个回合而不败，便是能够堵住一些老家伙的嘴，进入天幕也就会容易许多。100回合，听到这话的萧炎微微一怔，这可不是他所需要的结果啊。咚，一道古老的钟鸣声响起，旋即一道平淡的声音突然自虚无空间传递而出：时辰到了，仪式开始吧。感受着这种源自灵魂深处的威压，萧炎是既震撼又激动的。斗圣，真正的斗圣。成人仪式正式开始之时，3名衣冠很是严谨的古族长老就进入了广场中央。整个仪式是先通过一个将近丈许的小星盘来判定血脉等级，然后由长老院商议讨论，决定授予什么样的族纹。这里简单说明一下，古族的血脉等级分为10品，1品最低，10品最高，只有血脉等级达到4品以上的人方才有资格参加成人仪式，而血脉等级越高的人就意味着拥有进入斗圣的潜力越大。而这族纹是古族自远古传承下来的，具有在危机关头使古族人体内的血脉之力暂时暴涨的能力。族纹分为4个等级：银、金、紫金以及七彩金。灵泉是第一个被赋予族纹的，因其1星斗尊的实力以及6品血脉的等级，被赋予第3等的金色族纹。萧炎很好奇薰儿大概是什么层次的，便出声问道：薰儿的血脉可是达到了第10品，能得到一个七彩金的族纹吗？薰儿表示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测过了，再说第10品血脉又号称神品血脉，古族几乎是已经1000年未曾出现过了，自己怕是达不到那种程度。至于七彩金的族纹，也是许久未曾有人达到那种要求了。萧炎琢磨着自家小妮子是不是背着他吃了许多的千虚糖的时候，明秀作为第2个被赋予族纹的人登场了。最终这个黑烟军3统领以5星斗尊的实力以及6品血脉等级被赋予了金色族纹。不过虽同为金色族纹，明秀额头上的金色却是明显要比灵泉的要璀璨一些，大抵是实力差距的缘故吧。自明秀之后，陆陆续续的有着一些实力不错的古族年轻强者上场，不过可惜再没有人的血脉等级超过6品。直到身为黑烟军大统领的古真上场，古真7品血脉等级，因其7星斗尊的实力以及非凡的战功，被授予紫金族纹。紫金龙笔被请出的那一刻，场中立即是响起了道道的惊呼之声。其实按照血脉等级，古真是达不到紫金族纹的地步的。长老院是考虑到古真在黑烟军中直逼4大都统的极高声望，才有所破例的。结束仪式的古真回到自己的席位后，便冲着萧炎微微点了点头。萧炎挂起营业级的微笑，正准备说点什么的时候，却是猛地察觉到这片天地的温度突然间变得冰冷了下来。到他了吗？萧炎看着那缓步走向场中的修罗毒统，思索着后者到底达到了哪一种地步。
古妖不同于先前的林泉、古筝等人一般单膝跪地，他将身子挺得笔直。那3位长老并未露出不高兴的表情，毕竟强者为尊嘛。古妖不愧是此大都统之一，不仅实力达到了8星斗尊，其血脉之力也达到了8品。场中的那3位长老一看这结果，高兴坏了，当下就宣布予以古妖紫金足纹。当那个比古筝的紫金足纹还要深邃数倍的足纹出现在古妖额头上时，古妖终于要开始作妖了。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，古妖淡淡的道：“3位长老，不知道在这成人仪式上，我是否拥有可以随意向人挑战的资格？”听到这话的萧炎乐了：“来吧，等你很久了。”那3位长老自然是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的，犹豫了一下后，还是点了点头道：“按照规矩，在你的成人仪式上，你可以挑战任何本族的人，但若对方并非本族的人，则需要对方的同意方才能够与人交手。”得到想要的答案，古妖很是满意，转身便将目光锁定在了萧炎身上，道：“你应该知道，我是冲你来的。今天我将给予你一个挑战我的机会，至于你是否具备这种勇气，那是你的事情。不过我希望你若是拒绝的话，便在今日之内自己离开古界。”此话一出，所有看好戏的眼光都集中在了萧炎身上，因为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，挑战一般是由下挑战上的。薰儿怒了，玉手捏得死紧，站起来就冲着古妖怒斥道：“古妖，他是客，你这般要求可是太过分了。”古妖眼眸深邃地看了看这个本应该是自己的妻子，却站在别的男人身旁，并为其怒斥自己的女孩，只觉得心都碎了。但古妖依旧很坚定地说道：“规矩如此，正因为他是客，我才给予了他挑战我的资格。这份资格他可以拒绝，只要他说一个不字，这场比试便可略过。”古妖的这一系列操作，不得不说是非常的优秀啊。萧炎选择不战，那就是缩头乌龟，不仅丢自己的脸，也丢薰儿的脸。星陨阁就更不用说了，萧炎选择战吧，也就相当于默认了自己是由弱势方向强者挑战。只是古妖不知道的是，萧炎的目标从一开始就十分的明确，那就是薰儿只能是他的。再说了，以弱胜强的大戏不好看吗？只见萧炎缓缓起身，就冲着古妖笑道：“既然古妖都统咄咄逼人，那么这场比试，萧炎带萧族接下了。”萧炎转头看到眉头微皱的小医仙，萧炎冲着他笑了笑道：“有些事是退避不了的。”随后又偏头看了看紧咬着红唇、脸色冰寒的薰儿，安慰道：“古族尚武，这场战斗是早晚的事，唯有如此方才能够挡住一些人的嘴。这些道理薰儿都是明白的。可是想起萧炎为了他这几日在古族受尽了嘲讽，如今更是内心就忍不住的怒火升腾。先前一直没怎么开口说话的芒天尺见萧炎真的有胆识上去一战，十分的欣慰，摸了摸胡须，便冲着萧炎笑道：“尽量多小心一些，有情况老夫会出手相助，毕竟你也算老夫的半个弟子，老夫绝对不会眼看着你栽在这古界之中的。”对于院长这兜底保证，萧炎呵呵一笑，道了一声：“那便多谢院长了。”就脚尖轻点地面，飞身掠进了场中，在古妖的对面站定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。视频呢看到这里啦，给牛奶点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